我叫苏念，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女人。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虽不大富大贵，但岁月静好。眼看春节又要到了，这种幸福我很知足。直到苏女士，您的 DNA 亲子鉴定报告出来了。谢谢您，这大过年的辛苦您亲自来一趟了。3天前，进来喝杯水再走吧。我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他们说我可能是……确定了。确定了。哇塞，老妈，你居然真的是滨海豪门苏家被报错了45年的真千金，这比春节彩票中头奖还离谱。我查查，滨海苏家。人到中年，突然成了豪门千金，这年过得可真够惊喜的，是不是被这惊喜砸晕了？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太过荒诞，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还不好说。如果命运是一场牌局，那发到我手里的这副牌，虽然开局不算王炸，但也绝不是什么烂牌。大儿子石安是顶流歌星，小女儿石旭才18岁，就考上了华清大学博士班，还有个相濡以沫的丈夫。在想什么呢？苏家那边我还没想好，他们应该正热闹的准备过年吧。血缘关系是事实，于情于理都该去见一面。明天你第一次回去，赶上人家过年，要是怕尴尬，就让石旭陪你去。这孩子机灵，有他在，气氛不会太僵。妈，外公外婆找到失散45年的亲生女儿，却连个电话都没有，想让你今天回来认亲，还是让律师联系的你。这大过年的，真是热情。少说2句，我们先进去吧。认亲这么大的事儿，就派一个司机去接咱们，这哪是认亲啊，搞得跟传唤一样。人小鬼大。我是这里的管家，姓王。二小姐，石旭小小姐，请吧。老爷夫人和大小姐、二少爷正在筹备今晚的家族团圆宴，忙得很。没让你们打出租车过来就不错了。大过年的添堵，果真是下等人，一点教养都没有。王管家，我妈是二小姐，那苏家大小姐是谁啊？自然是那位鸠占鹊巢45年的假千金了。占了位置，连过年都站得这么理直气壮。大小姐、二少爷、二小姐到了，真晦气！大过年的，什么脏的、臭的都往家里领，真不知道爸妈怎么想的，非要把这种社会底层的下等人接回家。我听说他几年前就被单位开除了，一直在家当家庭主妇，这种人也配踏进苏家的大门？雪峰，别这么说，大过年的和气生财。那个人好歹是你的亲姐姐。我呸！亲姐姐，她也配？我只认你一个姐姐，她算个什么东西？回来抢家产的吗？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有意思，从司机、管家到这个假千金和我的亲弟弟，苏家给我的下马威是一波接一波。在这阖家团圆的春节前夕，我回的不是家，而是斗兽场。既然你们不想体面，不想过个安稳年，那我也没必要装斯文。请问2位老人在哪里？老王，快去请爸妈过来，就说那位来了。是，大小姐。我是苏雪峰，这位是我姐姐苏雪柔。我们才是一家人，懂吗？那是他的儿子苏艳礼，正儿八经的苏家少爷。这是我的小女儿沈时旭，今年18岁。听说你比我晚出生几个小时，我就托大喊你一声妹妹了。这些年你在外面过年都过得挺辛苦吧？受苦了？还好，苦倒不苦，一家和睦，粗茶淡饭也是年。宴礼叫人。阿姨好，土包子。阿姨好，叔叔好，哥哥好，祝你们新年……哦不，提前祝你们明年也能这么开心。时旭，你应该叫我大姨，叫他舅舅。苏叔叔刚才不是说他只有您这一个姐姐吗？既然他不认我妈这个亲姐姐，那我哪来的舅舅？这亲戚可不是乱认的，对吧？你个小丫头片子，怎么跟长辈说话的？果然是生活在底层的野丫头，一点教养都没有。大过年的找不痛快是吧？
你个乡巴佬敢打我，你他妈找死！二妹，雪峰可是你的亲弟弟，你怎么能对他动手？这像什么话？还有没有规矩了？我们家的家教确实跟你们不一样，我们的家教是在父母受了欺负的时候，做儿女的就该挺身而出。我女儿做得很好，我很骄傲。至于你，苏先生，你从来没有尽过一天舅舅的义务，现在又凭什么摆出舅舅的架子来教训我的女儿？谁给你的脸？吵什么？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大过年的，像什么样子？你第一天回苏家认亲，还是过年的时候，就动手打亲弟弟，这也太不像话了。今天我带着女儿上门，就算不是什么失散多年的亲女儿，只是一个不相干的普通客人，也没有一进门就被人指着鼻子骂野丫头没家教的道理吧？这就是你们苏家春节待客之道，还是说这就是滨海苏家的家教？既然您老人家不会管教儿子，那我这个做姐姐的出手教训一下口无遮拦、满嘴喷粪的弟弟有什么问题吗？爸，你看他，一个从底层垃圾堆里爬出来的野种，回来第一天就敢如此撒野，这年还过不过了？爸，他打我，他居然又打我！您就看着这个疯女人这么打我！够了，雪峰，跟你姐姐道歉。爸，是他打的我，你让我跟他道歉，凭什么？她算哪门子姐姐？还嫌不够丢人吗？他们一个是我亲女儿，一个是我亲外孙女，你骂他们是杂种，那我算什么？这个家到底谁说了算？对不起，你弟弟从小被惯坏了，来，让妈好好看看你，像，真像，这眉眼和你父亲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孩子，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好吗？春节一家团聚都是怎么过的？挺好的，过年都挺热闹的。爸妈，妹妹刚回来，团圆宴也准备好了，有什么话咱们边吃边聊吧，别让这点不愉快影响了过年的心情。行。都坐下吃饭吧。妈，这个菜还不错。乡巴佬，饿死鬼投胎，还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好吃就多吃点儿，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时旭今年刚读大学吧？姐，你家燕里念的是滨海最好的私立大学，要不回头你问问校董，看能不能给时旭转到那边去。不能让他继续在那些破烂学校耽误了。舅舅，我们学校和公立大学不一样，教材都是全英文的。他刚直接就转过去，要是跟不上学习进度，期末考试门门挂科，丢的可是我们苏家的脸面。妈，我都读博了，他们还要把我转去大学，是不是觉得我长得太嫩，想过年给我发红包呀？真好笑。什么？时旭姐姐，吹牛也得打个草稿。你上什么大学？梦里的野鸡大学吗？大过年的做白日梦也要有个限度。放肆！小小年纪就满口谎话，信口开河。你这个做母亲的不但不严加管教，反倒纵容他，跟着一起嬉皮笑脸。苏家容不得这种歪风邪气。你平时就是这样教育孩子的？妈，他们说的博雅国际是个什么学校？很有名吗？比我那个大学还好？土包子，连博雅都不知道，果然是小地方出来的。我看还是别把时区姐姐转到我们学校了，我可不想让同学知道我有个乡下来的姐姐。不行，苏家的孩子必须接受顶级的精英教育，学校是一定要转的，但这孩子缺乏教养。雪柔，年后先给时虚找个最好的家庭教师，在转学之前好好教教他规矩，免得出去给我苏家丢人。好的，父亲，我会尽快安排，一定请最严厉的老师。二妹，时旭虽然基础差，一时半会儿追不上燕里，但我相信他只要肯努力，就一定可以，哪怕进步一点点也是好的。时旭现在的学校挺好的，不需要你们费心。他校长还说过年要给他发红包呢。你冥顽不灵！还有，你们怎么就确定我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如苏燕里？过年比成绩不嫌累吗？就他读的那种不入流的学校，能出什么好成绩？既然你不领情，那就让你开开眼。燕里上个月代表博雅参加了全省中学生奥数竞赛。燕里，告诉他们你得了第几名？我是金牌，全省只有3个人。听见了吗？全省奥数竞赛的金牌，你们家时旭怕是连参加竞赛的资格都没有吧？这就是差距，天壤之别。真的吗，燕里？这个好消息你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外公？这是给外公最好的新年礼物啊！爸，
教育局的王局长今天下午要亲自登门给艳丽送奖牌和证书。艳丽瞒着您是想给您一个惊喜，也算是给咱们苏家春节添彩了。好，不愧是我们苏家的天才，祖上积德，今年注定是个好年。奥数竞赛能拿到金牌，确实是天才。不过，所谓的天才，只是见我们家时区的门槛罢了。过年看看烟花就好了，别总盯着井口那点光。苏念，你是不是受刺激发疯了？大过年的就开始说胡话，怪不得你女儿刚才吹牛说自己已经上大学了，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你们母女俩真是绝配。苏念，你与其在这里嘴硬吹牛，不如好好反省一下，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同样是苏家的血脉，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小念啊，做人要脚踏实地，虚荣心这么强，你这样只会害了孩子。来，让我看看你怎么让我仰望。牛皮吹破了，可就没法过年了。这种题难道不是看一眼就知道答案了吗？还需要专门做？你在说什么梦话？你怕是连奥数题都没见过吧？你要是能在2个小时内答完，并且不低于60分，我就算你干嘛？时序，这次我只给你1分钟。遵命，老妈，就当是餐前小维系啦。1分钟，速战速决，2个小时汤都凉了，喝了对胃不好。大过年的，别折腾胃。哼，苏念，你疯了吧？1分钟，你当是过家家吗？二妹，我本无意炫耀，但是你这样未免太自取其辱了。大人丢脸倒是无所谓，可时期还小，你把他捧得这么高，万一摔下来，这心理阴影怕是一辈子都过不了这个年坎儿了。好了，47秒，这就写完了？你糊弄鬼呢？肯定是乱涂的。怎么可能？怎么样，艳丽？他该不会一道都没对吧？快说说看啊！我可是等不及要看笑话了呢。全对，连一个标点符号的误差的都没有。什么？对，连草稿纸都没有，你肯定是提前背过这套题的答案了，一定是这样。你作弊！我背答案？难道我能预知、提前算到你今天会拿这套题来刁难我？我有这本事，还坐在这里跟你吃饭，早买彩票过年去了。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反正我就不信，只写答案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把推导过程写出来，写不出来就是假的。时序，别写了，就算你写出推导过程，他们也会说你是把过程背下来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不需要向这些心存偏见的人自证清白。要是真有本事，为什么不敢写？分明是心虚，装腔作势。老爷，教育局的王德发局长到了，说是来给艳丽少爷送奖牌和证书，特地赶在年前送来，给您道喜。快请，快请！贵客临门，天福天彩。苏老，恭喜恭喜！您可真是有福气，有个这么优秀的外孙。艳丽同学，这次可是为咱们滨海争了大光啊！哪里，都是孩子自己争气，也是托您的福。王局长好，谢谢您亲自过来，过年还麻烦您跑一趟。王局长，您太客气了。我们艳丽能拿金牌，离不开市教育局的关心支持。我们做家长的，也就是尽了点本分。年后一定登门拜谢。苏总太谦虚了，您把孩子教育得这么优秀，我们也与有荣焉啊。老王，来给我们拍张合影。好嘞，记录下这光宗耀祖的一刻。我们家艳丽就是优秀，不像某些人做对几道题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却连参加竞赛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旁边眼巴巴看着。石趣同学，您是石趣同学的母亲苏念女士吧？哎呀，您看我这眼神儿，差点没认出来。王局长您好，好久不见，年前琐事多，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哎呀，真的是您，我刚才老远就看着像，还不敢认。您家石趣真是我们滨海教育界最大的荣傲啊，年年都是。王局长，苏念是我父亲刚认的义女，你们这是认识？王局长，石趣也是我的外孙女，你刚才说她是滨海教育界的骄傲，这话怎么讲？这孩子义女？原来是一家人啊，那就更好了。苏老，您这苏家真是一门双杰，人才辈出啊！这个春节您可是双喜临门，
不是三喜临门啊！恭喜恭喜！王局长，你也太抬举他了吧？沈时区要是真有本事，拿全省奥数金牌的，怎么不是他？金牌可在我们燕里手里呢。因为我没资格参加呀。算你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没资格，连门槛都摸不到。石旭同学现在已经是一名博士了，而且他还是这次竞赛的出题组成员之一。出题老师去参赛，那不是闹笑话吗？什么？王局长，您说什么？博士还是出题组？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你一定是搞错了，他怎么可能是出题组的？石旭同学去年就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华清博士，不仅是我们滨海教育界的骄傲，更是整个华夏教育界的未来之星。咱们滨海几十年没出过这样的天才了。什么？华清博士？这怎么可能？据说石区同学已经开始参与华清大学的前沿科技研发项目了，那可是国家级保密项目。那是个国家级项目，还请王局长注意保密。大过年的，莫谈国事。对，要保密。瞧我这嘴，苏女士，您能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孩子，真是了不起啊！您才是真正的教育专家。过年我得去您家取取经。我局里还有个会，就不多打扰了。苏老，还有苏女士，给您拜个早年。哦，对了，苏女士，我们教育局准备开年办个讲座，到时候请您一定要来分享一下教育心得，您可不能推辞。王局长客气了，有需要我一定配合，年后联系。那就这么说定了。苏老、苏女士、石旭同学，我先告辞了，新年快乐！再见。慢走啊！慢走。小念啊，石区这孩子竟然这么优秀，你怎么也不早点跟我们说呢？外公，我说我上大学了是你们不信，还说我撒谎呢。大过年的，我骗你们干嘛？苏女士，我刚才好像听到你说我是老爷子刚认的义女。小念，这45年你在外面受苦了，是我们对不住你。雪柔虽不是我和你妈亲生的，但毕竟当了我们40多年的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大过年的团圆要紧，而且雪柔如今在集团里担任要职，这件事一旦曝光，对集团的股价肯定会有影响。年后开始股价变动可不是小事儿，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想对外宣称收你为义女，这样对大家都好，也能保全苏家的颜面和利益。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但这也是目前最稳妥的办法。我们亏欠你的，只能在物质上弥补了，绝不会让你吃亏。这张里面有1000万，另外我名下的房产你也可以任意挑选，我和你爸绝对不会亏待你们一家，就当是迟到的压岁钱和补偿。就这，你什么意思？嫌少？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1000万，你知道是多少吗？贪得无厌。苏先生，就连你那个外孙也挂名持有苏氏集团3%的股份吧？我这个流落在外45年的亲女儿，难道不应该比一个外孙多吗？还是说，在你们眼里，亲生的血脉连个外姓孩子都不如？爸妈，你们都看到了吧？他就是回来抢家产的，第一天回来就敢要股份，是不是明天就要爸爸把董事长的位置让给你坐？你怎么这么着急，反应这么大？是怕我给你争家产吗？看来你心里清楚，谁才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我有什么好怕的？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苏念，原来你之前的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你终于还是暴露你的野心了吗？这个年看来是过不安生。我曾用知足2字压抑骨子里所有的棱角，即便孩子们都已获得非凡的成就，我却因为怕给他们添麻烦，一直低调做人。既然你们怕我抢，那我若是不抢，岂不是太对不起你们的这份防备和厚爱？小念，卡你先收着，就当是爸妈给你的见面礼和过年红包。股份的事儿需要从长计议，年后开会再详谈。但你放心，我心里有数，一定会为你考虑的。这个社会没有背景就是蝼蚁，你女儿学习再好，将来也只配成为给豪门打工的高级牛马。苏家能认你们回来，你们就该感恩戴德，跪下来磕头谢恩，还好意思要股份，痴心妄想。行了，少说2句，大过年的没完没了。我又没说错，上流社会讲的是圈子，是人脉。明天晚上秦家会有一场跨年晚宴，同时也是滨海首富秦家为千金秦诗诗的举办的生日宴，邀请了全城名流。我们苏家自然也在受邀之列。宴里和秦家千金可是最要好的朋友，这种天花板级别的社交圈，是你们这种底层人10辈子都够不着的，去了也是丢人现眼。哟，原来你也是威廉的粉丝啊！秦家大小姐也超级喜欢威廉的，她特地拜托我小爸，也就是大歌星戴云，帮忙邀请威廉出席秦大小姐的生日宴。戴云，
他不就是个18线吗？也能算大歌星了？戴云是我丈夫，你这么说，无疑是在打我的脸。那他至少是圈内人，能请得动威廉。你有这个本事吗？你连威廉的面都见不到。大哥，你知不知道威廉只是他的艺名，他本名不姓威。那他姓什么？他呀，其实跟我一个姓，姓沈。你真是会找机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威廉怎么可能和你这个乡下人一个姓？胡说八道！看在你也是威廉粉丝的份上，明天我就发善心，让你也去秦小姐的晚会上开开眼界，见识一下真正的上流社会派对，让你知道什么是云泥之别。燕里的提议不错，小念，既然你已回归苏家，早晚要融入上流社会。明天你们一家4口随我们一同赴宴，见见世面，也算是正式亮相。爸，秦家的晚会来的都是滨海的名流，他们一家人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懂，去了只会给我们苏家丢人，把我们苏家的脸丢到整个滨海上流圈。爸，就让他们一家都去，当众出丑岂不是更好？那样外公外婆会更讨厌他们，早点把他们赶走，让他们在所有人面前现原形。这个主意好，就让这群土包子去出尽洋相，看爸妈还怎么偏袒他们。到时候他们就是全滨海的笑话。晚会正好，这出戏该换我们唱主角了。老婆，这里的衣服也太贵了，而且明天那种场合我真的要参加吗？我怕会给你丢人，我从来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老公，你别忘了，我现在是苏家的真千金，你自然也就是苏家的姑爷了。况且老太太给了我那么多压岁钱，不花岂不是对不起她的一番好意？咱们也过个奢侈年。瞧这一身穷酸样，也敢来我们店里看礼服，大过年的买得起吗？那是滨海银行最顶级的至尊黑卡，还是2张，我的天！你好，请给我先生和女儿各挑选一套参加顶级春节晚宴的礼服。好的，女士。先生、小姐，请随我来，我们为您推荐最新到店的高定系列，还包含对整体造型的设计。再去看看鞋子和包，从头到脚都置办齐。老婆，2套礼服已经花了很多钱，别再买了，这年过得太奢侈了。不够，你以前陪我吃苦，现在就得陪我享福，一样都不能少。这个年，我要我们全家都光彩照人。老爸老妈，你们这样在我面前秀恩爱真的好吗？过年狗粮管饱啊！哥给我打视频了，哥，过年回不回来？对了，秦家晚宴你要去吗？当然要回来啊。经纪人提了一嘴，不过这种私人性质的，公司一般直接就给推了。怎么了？啊？拒绝啦？明天我和老爸老妈都要去参加呢，秦家的晚宴。什么？你和爸妈也要去？那我……石安，推了就推了，按公司规矩来，别因为我们的事儿影响你工作。对，不要因为我们的事儿影响你，我们就是去凑个热闹。爸妈，我知道了，你们放心，我心里有数，过年肯定回家。走吧，我们继续。买！这一家子乡巴佬还真敢来，穿的人模狗样，也盖不住那股穷酸味儿。等着看好戏吧。雪峰，那个就是你家老爷子刚认的义女，跟雪柔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年关认亲，怕是别有用心吧？那个土包子也配跟我姐比？给我姐提鞋都不配。看她老公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真是上不得台面。这种人也配进这种场合？还穿得人模狗样，也掩盖不住骨子里的穷酸味儿，徒增笑耳。苏雪峰，昨天在苏家你羞辱我女儿已经被我教训过了，今天又带头羞辱我先生，看来昨天那2巴掌没能让你长记性。你是嫌脸肿的不够对称吗？怎么，你还想在这里对雪峰动手不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场合，果然是市井长大的，毫无修养，大过年的找不痛快。你们几位聚在这里，对我和我的家人评头论足，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上流社会的教养？春节团圆之际，嘴却这么臭，是年夜饭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吗？爸妈姐，苏念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威胁我，还要动手打我，
大过年的在秦家的宴会上啊，他这是要毁了苏家的名声啊！二妹，我知道你刚回苏家，心里有怨气，但你也不能在秦家的晚宴上撒野啊！小念，你太让我失望了，立刻给你弟弟道歉，然后马上离开。各位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有请今天晚宴的主人，滨海首富秦氏集团董事长秦观海先生携爱女，今晚的特别嘉宾秦诗诗小姐登场，共庆新春。秦大小姐新年快乐，不是生日快乐加新年快乐。好久不见，看到了吗？我们宴里和秦家千金关系这么好，以后秦家自然会关照我们苏家，这就是圈子和人脉的力量。你们啊，下辈子都攀不上。宴礼怎么样？你小八请到威廉了吗？他今天能来吗？这是我今年最大的新年愿望了。诗诗姐姐，对不起啊，威廉他今天来不了，公司那边……怎么会这样？你小八不是歌星吗？秦小姐，真不好意思，我之前是托人问了，但威廉公司那边说他的档期早就排满了，私人宴请一律回绝，特别是春节，我也尽力了。威廉那种顶流确实很难请，一般的面子根本不给，何况是过年期间。Yes， 你看这孩子，公司明明都推掉了，叫他按照规矩来，还是跑来了，真拿他没办法。孩子也是想给咱们，给秦小姐一个惊喜吧。哥就是爱显摆，不过是挺帅的。哼，听见了吗？某些人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威廉明明是我们带云哥动用关系千辛万苦才请来给秦小姐庆生的，关某些底层废物什么事儿？还不省心，笑死人了！真当自己是盘菜了？就是，诗诗，你看我小八还是很有面子的。威廉哥哥这不就来了吗？这绝对是今年最棒的新年礼物。宴礼，戴叔叔，太谢谢你们了，我太高兴了。祝秦诗诗小姐生日快乐，也祝大家新年快乐。爸妈，看来戴云还是有点用的，这下我们苏家和秦家的关系就更稳固了，算是开了个好年。哥，你刚才帅炸了！这个女生好眼熟。哥，你刚才帅炸了！这个女生好眼熟。沈诗诗，你个没教养的小杂种，威廉也是你能碰的？快滚下来，给秦小姐磕头道歉！苏老，你这溢美的女儿是不是太不知分寸了？看看你教的好女儿，还不快去把她拉下来赔罪！小念，快呀，别让秦董事长看笑话。老妹儿的个子又长高了，过年红包还想不想要了？哥，你就会打趣我。威廉叫他妹妹，还说要给红包。我的天，我没听错吧？那个小孩真是威廉的妹妹。妈，爸，我回来了，新年快乐！什么？什么？威廉居然叫那个土包子妈，这怎么可能？诸位，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儿子沈石安，威廉是他的艺名。原来沈诗诗之前说威廉姓沈是真的。你不是说你大儿子连高中都没考上就出去打工了吗？对呀，他初中毕业就去海外当练习生了，在那边上的长春英大学，确实没上国内的高中。秦小姐，祝你生日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威廉哥哥，我还以为你真的因为档期排不开来不了呢，你能来我真的太开心了，这是我今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我的行程确实很紧张，而且之前也让经纪人拒绝了某些不相干之人的邀请。不过后来我妹妹亲自给我打电话，还说我爸妈也要来参加，那这个面子我定然是要给的，毕竟家人最重要。原来是你帮我请到了威廉哥哥，真是太谢谢了。不像某些人，明明什么都没做，还要抢着邀功。苏女士，今天多谢你家公子肯赏脸参加小女的生日宴，让这场宴会蓬荜生辉。秦总言重了，孩子们投缘而已。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之前也是这样，女儿明明是华清大学博士，却故意憋着不说，今天又故技重施。什么？这个女孩是华清博士？
你就是故意的，把我们当傻子一样耍，看着我们出丑，你很有成就感是吗？苏先生，石安是公众人物，关注度高，所以我们一家人平时都很低调，不想给他添麻烦，一般不会主动说他是做什么的。第二，刚才你一口一个废物没出息的时候，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啊。等一下，你刚才说时序是华清大学博士班的高材生？是我爸爸妈妈教育的好啦。苏老，您这可藏得太深了，有这么出色的孙女也不早点说。过奖了。苏女士，苏女士，你可真是深藏不露，教子有方啊！能同时将2个孩子培养得如此优秀，真是羡煞旁人。苏女士，我们加个微信，我儿子也在上大学，回头我要好好向你请教教育经验。秦总，您太客气了，是孩子们自己努力，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父亲也功不可没。我们这些做生意的赚的都是身外物，苏女士、沈先生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呀！没错，儿子是顶流巨星，女儿是华清天才，放眼全国，谁家能比得了啊？苏女士，您真是太厉害了。苏念，看来你对我的威胁性，我要重新评估了。哼，有什么了不起的？说到底，她也就是个只会靠儿子的家庭主妇。她才不是什么简单的家庭主妇，所有人都以为她是个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普通中年女人，是个只会退让和沉默的软柿子。可她根本不是，她明明揣着2张王炸，却硬是忍着，接连2次，在最关键的时刻、最能让你难堪的场合，让别人帮她把牌翻出来。这个人不好对付。爸最看重子女教育，他常说家族的延续靠的是人才。苏念能有这样的儿子，爸就会觉得他才能代表苏家荣耀。那怎么办，姐？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爸他刚才看苏念的眼神都不一样了，万一爸让他进苏氏，我可不想以后还要在他手里讨生活。急什么？就让他进，让他进得彻彻底底。什么意思？把他放在眼皮子底下，总比让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积蓄力量要好。给他一个位置，让他做点事儿。他要真是个只会耍小聪明的，进了集团用不了3个月自己就会露馅，到时候不用我们动手，爸自然会对他失望。那万一他不是呢？那不就更有意思了吗？把他放在我们能控制的棋盘上，让他按我们的规矩来玩，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小念，今天秦家的宴会上，你和孩子们为我们苏家挣足了脸面，很好。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我听说你在失业以前是在一家建筑设计院做到了项目主管的位置。我们集团有个新能源项目，是我力主推动的，也是苏氏未来5年的转型关键。是雪柔向我力荐的你，我想让你参与进去，先从副手做起，跟着项目负责人熟悉一下集团的运作。项目的总负责人是？我知道你的顾虑，别担心，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不是我。小念，我这个人不看过程，只看结果。我给你这个机会，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女儿，而是因为我从你身上看到了当年我自己的影子。你能把2个孩子教得这么好，说明你懂人性，也沉得住气。这是做大事的根本。我当然懂人性，这番话听起来是看重和提拔，其实全是试探和压力。你这招捧杀玩得挺溜啊！既然苏总和董事长都这么信任我，那我就接下这个任务。小念，你能不能别再董事长的叫我了？能不能喊我一声？好的，董事长。你这孩子。山哥，好久不见，最近可真是越来越帅了。时序妹妹，你今天这条裙子简直太美了，全场焦点非你莫属。哈哈，大家都在啊，今天这氛围不错嘛。姐，新能源项目是集团的重头戏，你怎么能推荐那个废物去当副总？你以为那是份美差？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为何迟迟推进不下？姐，你的意思是城南那块儿？那块地我谈了半年都没谈下来，土地所有者是个老顽固，我就不信那块硬骨头他能啃得动。原来姐你是给那个女人挖了个坑啊，捧得越高摔得越重，只有让她失败，爸才会看清楚她终究只是个只会靠儿女一事无成的废物。威廉哥，你能不能给我几张签名照？我那些同学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羡慕死我的。可以，回头让我妈带给你。时序姐姐，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我学习上要是有什么问题，你可一定要教教我。哼。
这个小叛徒这么快就倒戈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小念，别走了，今晚就住下吧，房间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不了，石安明天一早还有通告，时序还小，住在陌生的地方，我怕他睡不好。随他们去吧。明天别忘了去集团报道。知道了，苏总。妈，我先送你们回家。苏念，你撑起了这个家，没让它散掉，我很感激，也很骄傲。我知道你不喜欢跟人争，更别说回苏家跟一群人精斗心眼儿。可你骨子里不是个甘心一辈子平庸的人。你想去就去，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好。苏总您好，我是新能源项目的总负责人刘月川。苏总好。刘总您好，董事长安排我来给您当副手，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请进。以前上班的心情如上坟，那是因为身份是牛马，现在被前后拥簇，到哪里都有人问好，一切都有人安排，一个决定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人一旦有了权利，就会感觉全世界都对自己很友好。这样的人生，我明明几十年前就该拥有的。听说了吗？刘总今天要带个神秘的副总过来，空降的，听说是董事长刚认的义女。义女，你还真信啊？董事长儿女双全，吃饱了撑着收义女。依我看，80%是老爷子当年的风流债，流落在外的私生女找上门了。嘘，这话可不敢乱说。怕什么？这种靠血缘上位没什么本事的，在咱们这种凭实力说话的项目组待不长。上班时间，一个个瞎聊什么呢？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苏念，苏总。从今天起，他将担任我们新能源项目的副总，全权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和推进工作。苏总好。何俊，你进来一下。苏总，这是何俊，我们部门最得力的项目经理，以后他就做您的专属助理，有什么事儿您直接吩咐他。所以，目前阻碍项目进展的最大问题是城南那块地。苏总明察，新能源项目的厂房和研发中心规划的最佳选址就是那儿，那块地皮属于秦家。首富秦观海的秦家。没错，秦观海就是个老顽固，脾气又臭又硬。苏雪林总裁之前亲自带队谈了不下5次都没谈下来。您加油。怎么，你也觉得我不行？嗨，我哪敢啊！我就是提醒您别太乐观。公司里现在都传遍了，说您是……说我是来镀金的私生子，还是说我是靠儿子上位的草包？接这个任务就是自取其辱。这可是您自己说的。苏总之前的方案是什么？全资收购，拆除老厂房，给最高赔偿，简单粗暴，效率最高。苏雪柔明知道秦观海因为石安和时序的事对我颇为欣赏，他谈不下来的项目，我未必谈不下来。那他为什么还要主动推荐我来负责？这里面一定有别的心思。秦观海一直不同意出让那块地的症结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可能是嫌钱少，也可能是首富大人脾气古怪吧。行了，我自己来查。苏雪柔想用钱砸，但秦观海不缺钱，他缺的是什么？秦观海早年丧父，父亲是城南老厂的第一任厂长，在岗位上积劳成疾，最终累死在厂里。姐，你要买鱼竿，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不是我要买，是苏念要买。我提前安排人在他电脑上装了监控软件，所以他第一天上班就在办公室逛网店买鱼竿。他知道自己根本谈不下来，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不止，
他还看了1个小时的钓鱼技巧视频，什么新手如何选鱼竿、野钓实战技巧。那个废物第一天上班就不干正事，不去跑业务，不去想办法拿下秦关海那块地，居然在办公室研究钓鱼。我还期待这家伙有什么真本事，能让我多费点心思。没想到他真的是一个草包，连当我对手的资格都没有。废物就是废物，我倒要看看他到时怎么向爸交代。看见没？这都今年第3趟了，何助理都快成苏总的快递搬运工了。他这哪是来上班的，整个一享受生活来了。苏总，您这是要去钓鱼？没错，我要去钓一条大鱼。蒸鱼了。苏小姐，好技术啊！秦总过奖了，运气好而已。您这边的口似乎有点轻。这里的鱼被钓滑了，精明的很。你这饵料里加了点果酸和氨基酸。秦总也是行家，玩了20多年了，以前喜欢玩黑坑、抢鱼，拼的是手速和饵料状态。现在年纪大了，喜欢找个清静地方跟鱼斗斗智力。是啊，黑扛太吵，跟打仗似的。还是野钓有意思，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竿上来的是什么。没错，钓鱼的乐趣一半在等，一半在猜。爸，您到底管不管啊？那个苏念上任快1周了，正事儿不干，整天在办公室里拆快递，摆弄他那些破烂玩意儿。雪峰，你说的是真的？爸，你怎么能不相信我？他今天更离谱，直接翘班了。新能源项目部的人都把状告到我这儿来了。你说什么？你也别太着急，苏念他刚接手，可能还不适应。再说他毕竟从没接触过公司业务，一时找不到头绪，放松一下嘛，可以理解。姐，你还帮他说话？他那是放松吗？他那是根本没把公司的事放在心上。爸，您把这么重要的交给他，他就是这么回报您的信任的。走，去新能源项目部看看。听你聊天很舒服，不谈钱，不谈身份，只谈爱好，纯粹。秦总，我跟您聊天也很愉快。我们钓鱼人之间确实有种特别的默契。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来钓鱼的，我会很高兴。可如果你来的目的是为了代替苏雪柔和我谈那块地，不好意思，苏小姐，你还是请回吧。苏小姐，我承认我很欣赏你，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2个儿女，你绝非等闲之辈。但欣赏归欣赏，生意归生意。苏雪茹在我这里碰了几次壁，苏建华那只老狐狸居然派你来，他不会以为靠这点私情就能让我改变态度吧？秦总，我当然明白，如果仅仅是看谁能讨好您女儿就把地给谁，那秦家的生意也做不到如今这个规模了。秦总，那片厂子是您父亲留下的吧？虽然现在设备老旧，但那几栋老厂房是江城第1批工业建筑，它对您、对秦家意义不一样。那是江城工业起步的见证，也是秦家的根。苏雪柔的方案里，第1条就是全部推平，盖新的能源基地。他说，这是效率最高的办法。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就算他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会卖。秦总，如果我告诉您，我有一个方案，既能保住您的根，又能让它开出新的花，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呢？是吗？说来听听。我们的方案核心是，苏雪柔来找我谈的是一笔生意，你来找我谈的是一个未来。苏小姐，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至于那块地，秦总，我会拟一份完整详细的书面方案去找您详谈。还有什么好详谈？你刚才说的我都听明白了。苏小姐，我相信你，明天早上直接来我公司签约吧。好的，秦总。董事长好，苏总好。他真的不在。董事长，苏念人呢？董事长，苏总他今天一早就出门了。出门了？去哪儿了？苏总买了一堆渔具，说要去钓鱼。好啊，钓鱼。爸，您别生气，苏念可能就是一时糊涂，我这就给他打电话，让他马上滚回来。不用。
我就坐在这里等他，我倒要看看他钓鱼能钓到几点。董事长、苏总，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再不来，你是不是准备把办公室改成渔具巷了？苏念，你还记不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爸让你来当副总是让你来钓鱼的吗？弟弟，别这么说，苏念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想放松一下。妹妹，就算想放松，也该跟爸说一声，你毕竟是项目组的副总，这样无故旷工，影响多不好。我把新能源项目交给你，是对你的信任。上班时间跑出去钓鱼，你把公司的规章制度当成什么了？把我的信任当成什么了？原来3位如此兴师动众地跑来问责我，就是因为我在上班时间外出钓鱼。你这是什么态度？事到如今，你还满不在乎？谁规定谈生意就一定要在酒桌上、会议室里谈？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和秦观海一起一边钓鱼一边谈的呢？你说什么？秦家宴会上，你靠你的明星儿子得到了秦观海的几句夸赞，尝到甜头了，现在还妄想靠钓鱼拉近关系，你以为这样就是谈生意？太天真了。苏念，我理解你想证明自己，但你不会真以为借着石安和菊旭的光环，让秦观海对你印象不错，就能拿下那块地吧？商场讲的是利益，不是粉丝见面会。秦观海是出了名的公私分明，从不把私交带进生意场。你以为人家客气几句，你就真能把几个亿的生意谈下来？看来我的确不该将这么重要的项目交给你负责，没想到你居然这么幼稚。不是，你们怎么就确定我没谈下来？怎么可能？如果秦观海真的会因为你的儿女讨好过他女儿，或是因为你的钓鱼技术有多高，就把那块地给你，那他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今天滨海首富的地位。就是我姐亲自出马，带着法务和公关团队谈了5次都没用。你以为你是谁？做生意不是在菜市场买菜，你多说2句好话，人家就能给你便宜2毛钱。这背后牵扯的利益，你懂吗？你们说完了吗？怎么不服气？秦总已经同意了我的方案，要我明早去秦氏集团签约。什么？你说秦总同意了你的方案，那你可否将方案的副本拿出来让我开开眼？我也想学习学习你是怎么打动秦观海的。我还没来得及出正式的书面方案。乡巴佬，你编故事也编得像样点，你连书面方案都没给人家，秦观海凭什么跟你签约？二妹啊，做生就过家家，法务审核没有风险评估，秦观海怎么可能签字？你这个谎编得也太业余了。小念，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既然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信，那就只能等明天。董事长，秦观海，秦总来了。什么？哈哈哈哈！苏小姐，你也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吧？秦总，您突然造访，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秦总，您不是叫我明天去的吗？你的那套方案，我在回去的路上越想越激动。我这个人做事从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看准了，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所以我就让司机掉头直接过来了。我已经让法务团队把合同拟好了。苏老，也请你们的法务过来一起对一下合同吧。好，好。秦总，我斗胆问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之前我带着团队找您谈了5次，您都没松口。难道真的是因为苏念钓鱼技术好？哼，苏总，你未免也太小看我秦观海了。苏念，你少在那儿沾沾自喜。要不是有我姐前面5次谈判打下的基础，你以为你今天能这么顺利？你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雪峰，闭嘴！哼，苏总那套方案，就算再谈100次，收购价提高10倍，我也不会同意的。苏小姐的方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董事长，合同没问题。苏老，如果没什么问题，那就借您的会议室用一下。我和苏小姐要签个约。苏小姐，明枪易躲，
但暗箭难防啊。有秦总帮忙，一切我相信都和过去不同。石安和石旭我都很喜欢，我就卖你一个人情，这东西你收好。热烈祝贺集团新能源项目部与秦氏集团就江城东区地块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投资组建新公司，携手开拓新能源市场。苏小姐，合作愉快。秦总，合作愉快。苏老，你好福气啊，得到个这么优秀的女儿，苏氏有她，未来可期。苏小姐，我公司还有事儿，就先走了，下次有空再约着一起钓鱼。好，慢走。小念提出的3宝方案真是妙啊！爸，有那么夸张吗？1. 保老厂场，改造成工业遗迹公园和新能源科技展示中心，留住秦家的根，也留住江城的工业记忆。2. 保后续合作，我们苏氏的新能源项目，未来10年所需的大量精细构件，都优先交给秦家的企业来做。小念竟然能想到把这次交易变成一次产业升级的深度合作。如此一来，未来10年、20年，我们苏秦两家都会是彼此最重要的伙伴。3. 保秦家面子，对外公布秦氏和苏氏达成战果合作，打破外界对秦家没落要靠卖祖产度日的谣言。雪柔，你这次输得很彻底，他不是在买一块地，他是在给秦观海一个无法拒绝的未来。爸，我承认他在人情世故上是比我强，但拿下一块地只是项目最终要落地，靠的是技术。他懂什么叫电池矩阵，懂什么叫储能算法吗？就是啊，爸，我可听说了，他被上一家公司开除，就是因为项目数据造假，被甲方当场揭穿。这种人品有问题的人，您可不能重用。闭嘴！你们两个真是愚蠢又傲慢。数据造假，那是他替老板背了黑锅，他是被推出去的替死鬼。他是被推出去的替死鬼。不懂技术，你们知不知道他是国内最早一批研究储能技术的专家？知不知道他被开除后不到3个月，那家公司就因裁员裁掉了大动脉而宣布破产了？什么？他专业、冷静、有头脑，还懂技术。这些资料当初认亲之前就放在你们的桌子上，你们却不屑去了解他，把他当成笑话。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脸在这里质疑他？这次我就特批他立即从负转正。公司的事儿处理好了。苏家想搬起石头砸我，但最后砸到了自己的脚。这是秦观海说给我一份资料，里面有我有用得上的东西，我正在看。什么？你看这是什么？这不是苏雪峰的老婆陆岩吗？他居然还家暴！这人还真是活到烂泥堆里面了。这个男人才是关键。光裕科技，这不是你以前那家公司吗？对。那笔钱你转过去了吗？记住，别用我的账户，走你公司的账，做得干净点。光裕那边要价太高了，这事儿能成吗？成了，苏念那个土包子就得滚蛋。爸最讨厌超预算，到时候看他怎么交代。证据确凿。你好歹是他亲姐，他怎么能这么坏？他只是个汪汪狂吠的狗，真正可怕的是牵着他的人，那个人就是苏雪柔。姐，你就看着他这么得意，这样下去苏家都是他的了。他不是很有实力吗？那我们就从流程上卡死他，让爸看看他那套纸上谈兵的方案在真正的商业环境里根本跑不起来。这份预算又要重新算，什么流程规定？行，我马上重新做。怎么啦？又被卡了？苏总，财务那边要我们提供3家以上的供应商报价对比，这都走到哪一步了，还搞这些，明摆着是刁难人。
那就给他们，不仅给3家，给他们10家，把市面上所有能找到的供应商价格、性能、优缺点全做成表格发过去，让他们慢慢比，比到满意为止。那得做到什么时候？他要流程，我们就给他最完美的流程；他要规矩，我们就给他最严谨的规矩。挺热闹啊，苏总。听说你们项目进度不太顺利啊？苏少爷消息挺灵通，怎么是来视察工作，还是来分享经验？我哪敢分享经验，我就是听说你们连最基本的采购预算都搞不定，怕你们耽误了集团的大事儿，特意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一个朋友刚好是做设备代理的，价格公道，质量也有保证，这是他们的报价单，苏总可以参考一下，也省得你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出去找供应商了。苏少爷，这个价格比我找的平均高出了1成。怎么嫌贵？做生意不能只看价格。我朋友这家公司跟咱们集团合作好几年了，信誉有保证，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流程走得快。多谢苏少爷的好意，不过我们这个项目所有采购都要走正规的招投标流程，不能因为是苏少爷朋友的公司就坏了规矩。苏念，你别不识抬举。苏少爷，我已经向董事长申请成立一个集团纪检部门和第三方审计共同组成的监督小组，全程监督我们项目下每一次招标和采购，确保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对得起股东的信任。啊，对了，我忘记说了，监督小组还会审查所有的项目，包括你的。毕竟爸也说了，公司的规范比什么都重要。喂，是我们之前说好的那批设备取消，全部取消。峰哥，你开什么玩笑？合同都签了，设备已经从德国发出来了，现在取消？我不管！苏念成立了什么监督小组，要把所有采购都放到台面上审。这批货要是进来被查出来价格虚高，我就完了。苏雪峰，是你求着我帮忙，现在出事了，你就想一脚把我踹开？我告诉你，取消可以，按照合同支付3倍的违约金，1个亿。什么？1个亿？你疯了！是你疯了，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还想跟你姐斗？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把钱付了，不然这事要是捅出去，丢人那可不止你一个。苏念，我跟你没完！姐，你到底管不管？苏念都骑到我们脖子上拉屎了。他现在要成立监督小组，我朋友那边的设备根本送不进来，现在还要我赔1个亿的违约金。我早就告诉过你，他不是个简单的角色，让你别轻举妄动。我轻举妄动？我做这些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帮你把他赶出苏家？现在好了，他设了个套让我钻，你倒在这里说风凉话。1个亿而已，苏家还出得起，但你的脑子什么时候能值点钱？姐，你慌什么？他想玩明的，我们就陪他玩。一个监督小组而已，你以为成立起来那么容易？集团的流程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不是要公正吗？那我就让他看看，在苏氏集团什么是真正的规矩。你先稳住，别自乱阵脚。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为什么我感觉姐看我的眼神也像在看一个废物？在公司受累了吧？看你最近都瘦了，多吃点。不累。跟他们斗智斗勇，比之前的上班有意思多了。妈，我听说了，那个苏雪柔又给你使绊子了，要不要我找几个媒体朋友把她那些烂事报一报，让她也尝尝被舆论围攻的滋味？不用，对付她还用不着你这个王豹，杀鸡焉用牛刀。妈，你那个监督小组成立不起来的。哦，说来听听。成立监督小组需要走集团的行政审批程序，最后还要董事长签字。苏雪柔在集团经营多年，这些部门的头头脑脑哪个不看她的脸色？她只要随便找个借口，比如成立流程过长影响项目进度，就能让这件事在流程里耗上3个月。到时候爷爷肯定会觉得你小题大做，办事效率低。不愧是我的女儿，看得比我还透彻。所以他怕你耽误项目进度，会更希望你快。那你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哦，妈，你就得慢，不仅要慢，还要慢得有理由，慢得让他哑巴吃黄连。有意思。爸，新能源项目是集团的未来，现在是争分夺秒的时候。苏念要成立的监督小组，法务说最快也要2个月，项目等不起呀。这件事确实是他考虑不周，而且聘请第三方审计公司费用不菲，为了一个采购流程动用这么大的资源，实在是没有必要。传出去也会让其他部门的同事觉得苏念不信任公司，不信任自家人。爸，大姐，小念，你来的正好。关于监督小组的事儿，雪柔觉得不妥，你怎么看？这件事确实是我考虑不周了。我刚回集团，一心只想着把事情办得漂亮，却忽略了公司的流程和成本。雪柔说的对，项目进度耽误不起。算你识相，还以为你有多大能耐，
原来也是个软骨头。你能认识到问题就好。不过采购流程的监督，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既然请第三方审计太慢，那不如就由我们自家人来监督。自家人？我提议让雪峰亲自加入项目组，担任采购监督专员。以后所有供应商的合同都必须由他亲自审核签字。这样一来，既能保证采购的公正透明，打消外界的疑虑，又能让弟弟代表您随时了解项目进展。爸，您觉得呢？这个办法好，既能保证效率，又能体现我们苏家人的团结和信任，就这么定了。想让我快，我偏要拉着你的宝贝弟弟一起慢慢走。看什么看？都没事做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项目的采购监督，所有采购合同都必须经过我的审批。苏少爷，您来了。苏总在开会，他说了，先把第一批供应商的资料给您送过去审核。拿来吧。苏少爷，这是我们筛选的第一批10家供应商的详细资料，包括他们的公司报价以及我们做的背景调查报告，请您审核。这么多？苏总说了，监督工作一定要严谨细致。您需要把这10家的所有的数据进行交叉对比，选出性价比最高的3家，再写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知道了，放这儿吧。这么多？苏总说了，监督工作一定要严谨细致。您需要把这10家的所有的数据进行交叉对比，选出性价比最高的3家，再写一份详细的评估报告，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知道了，放这儿吧。这都什么跟什么？苏少爷辛苦了，看你这么认真，我也就放心了。你还想怎么样？哦，对了，我让何进把另外5家备选供应商的资料也给你送过去了。爸之前一直说我们做事一定要有 Plan B， 你慢慢看，不着急。小年，新能源项目的事儿我听说了，你处理得很好，用自己人监督，既堵住了外人的嘴，又锻炼了自己人，有智慧，有格局。明远，在咱们家不用拘束，想吃什么就说。谢谢妈。时序姐姐，我这道数学题不会，你教教我呗。我们老师讲了3遍我都没听懂。辅助线画错了，把角 A 和角 C 连起来，用正弦定理，3步就能算出来。哇，你好厉害啊！小念啊，你这2个孩子教育的是真好，比我们家那2个强多了。老东西，你的心已经偏到胳肢窝了。苏念，看来不给你来点狠的，你是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很好，夫妻和睦是吧？那我就让你们反目成仇。都查清楚了。查清楚了，沈明远25年前为了给他爸筹集换肾的医药费，经常去金云赌场捡废纸瓶子卖钱。很好，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光是捡垃圾还不够，我得让这个男人变成赌场的赌徒。苏念啊苏念，你不是觉得你的家庭完美无瑕吗？我倒要看看，当苏家的女婿被爆出是个赌徒，你这个真千金的老脸还往哪儿搁？我亲爱的好弟弟，姐姐再送你一把刀，这一次你可千万别再让我失望。来，各位，
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女儿苏念。哎呀，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啊！跟董事长年轻的时候真像。这位就是妹婿吧？真是好福气，生了一对那么优秀的儿女。真是好福气嘛！我看是好晦气吧？雪峰，你又在发什么疯？我发疯？爸，我看是您老糊涂了。您知不知道，您千挑万选找回来的好女婿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天啊，这不是赌场吗？没错，就是赌场。你们眼前这位知书达理的沈先生，当年为了钱可是混迹在赌场里面。雪峰，你胡说什么？我们苏家的脸都要被这种赌徒给丢尽了！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过。没有？难道这些证据是假的？好了，雪峰，这种事儿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怎么能拿出来胡说呢？你找死！你还想打我吗？怎么，被我说中了痛处，恼羞成怒了？没错，我确实在赌场工作过，但我只是在赌场里捡废纸瓶子，而非他们口中的赌徒。怎么可能？你的意思，这些照片都是伪造的喽？当然。那你有什么证据？爸，苏氏集团新研发的沙云 AI 能清楚判断出被伪造过的任何痕迹，这个你应该清楚吧？爸，咱们公司什么时候研发了这个？这是我向爸特殊申请的项目，走的我自己的渠道，因为在内测中，所以并未公开。该死，我怎么没想到这点？这是怎么回事？就算这个照片是假的，但沈明远也是个捡破烂的废物。咱们苏家有这么垃圾的女婿，爸妈，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而且都去赌场了，谁知道他会不会手痒上去赌两把？你的意思不能在赌场里工作？那你给我们苏家一个解释，他非去赌场上班的理由？那是因为25年前我的父亲突发尿毒症需要换肾，而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我每天打5份工都无法支付医药费，所以我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白天打3份工，晚上去那个令人厌恶的地方磨破了双手，只为我的父亲能活下来。故事说的好听而已，谁知道是不是瞎编的？苏雪峰，你一句轻飘飘的胡编，就想让我的丈夫陷入自证陷阱。你作为一个苏家人，心思却如此歹毒。爸，你说我本可以让我的家庭过上安稳的生活，却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让我的丈夫不得不自己承担这一切。最大的罪人是不是我？小念，小念，是妈妈的错。但凡你们能早25年找我回来，让我知道我有苏家这个依靠，我的丈夫都不会这样。我不觉得捡垃圾丢人，相反，我捡起的每一份废品都会成为治疗我父亲的希望。如果我的这份孝心在你们眼里是污点，那我不敢苟同，但我相信我的家人会站在我这边。你少在这里讲故事播同情！我丈夫为了家人忍辱负重，而有的人却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的同时，背叛自己的家庭。苏雪峰，我丈夫在泥潭里挣扎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的父亲，而你作为高处云端的苏家少爷，你才给苏家丢脸的垃圾。我们苏家的脸面都被你这个蠢货丢尽了。苏雪柔，你精心策划的致命一击，我就让它变成了刺向苏家脸面的利刃。苏念，都是你，你毁了我的一切！闹够了没有？你还敢来？你为什么不调查那些证据的真假就发给我？我也没料到苏念居然还有这么一手。苏雪柔，你就是个废物，一个苏念都斗不过。现在好了，陆岩那个贱女人要跟我离婚，成了全江城的笑话，你满意了？爸说了，为了苏家和陆家的脸面，你最近要闭门思过。又不是我的错，陆岩连碰都不让我碰，我只不过教训了他几下，我有什么错？错在你让人拍了照片，丢了苏家的脸。你知道这是爸这辈子最看重的。
不，这都是拜你所赐，是你招惹那个灾星的。是你自己愚蠢，一次又一次的把脸凑上去让他打。我愚蠢？如果不是你无能，我需要自己动手吗？你说会让他滚出苏家，结果他现在是新能源的副总，是爸面前的红人，而我成了弃子。是爸面前的红人，而我成了弃子。你闹够了，从今天起，你给我安分一点。滚！你给我滚出去！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你好自为之。喝点热的，暖暖身子。没想到他们想从我这里来威胁你。怕什么？有我呢，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你。苏念，我是不是配不上你了？胡说什么？你和孩子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保护你们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事儿。我也是，只要有你在，我就什么都不怕。爸，哥来电话了，他知道了苏家的事儿，还说一定帮你出气。傻孩子，你妈已经为我出气了，不用她操心了。可以开始了，这一次我要他永不翻身。明远，喝茶，别紧张。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说几句贴心话。妈，你有话就直说吧。是妈不好，因为雪峰那孩子让你受了委屈。我这个做母亲的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你别往心里去。妈，都过去了，我没放在心上。这是苏家祖传串珠，小念，我现在给你们夫妻，希望你们未来和和美美。不，妈，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好孩子，你受得起。之前你们受了那么多苦，妈想补偿。以后这个家里有我给你撑腰，谁要是再敢给你气受，我第一个不答应。谢谢您，妈。威廉，我们都知道你是顶流，但我们对你的家庭生活知之甚少，我们都很好奇，是怎样的家庭培养出了像你这样优秀的孩子？谢谢。其实我今天特别想分享一个朋友的故事。哦，什么样的朋友？我这个朋友，他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他的父亲就像这个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普通父亲一样，为了生活而奔波。在很多年里，他为了给家人治病，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被人误解过，也被人看不起和孩子。他的愿望也很小，小到只希望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后来，他和他妻子白手起家，做成了一番事业，但他依然像以前一样，用他的坚韧默默守护着他的家。他就像一颗蒲公英，看上去柔弱，但风雨再大也压不垮他。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他不伟大，他只是一个父亲，但对我那个朋友来说，他就是全世界。所以，我想对他说，也对所有和他一样的父亲说，谢谢你们，用最朴素的爱，给了我们最坚实的依靠。所以，我想对他说，也对所有和他一样的父亲说，谢谢你们，用最朴素的爱，给了我们最坚实的依靠。这小子还是做了。臭小子，搞这种煽情的东西。你有一双好儿女，比雪柔强多了。苏家有你们，是苏家的福气。进来。老爷，雪柔小姐回来了，她说有关于光裕科技项目的重大问题要向您汇报。苏雪柔，你终于忍不住要出手了吗？爸，我刚刚接到光裕科技那边的紧急报告，项目的预算出了大问题，我怀疑有人在中间动了手脚。苏念，这个项目是你全权负责的，怎么回事？爸，项目一直在正常推进，预算方面每一笔支出都经过了我和财务部门的审核，不可能有问题。话不能说得太满。据我所知，光裕科技的几个高管跟你的私交可是好得很啊。我跟他们只是正常的工作往来。我这里有一份匿名的举报材料，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和光裕科技的高管勾结，虚报预算，中饱私囊。爸，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彻查。苏念，你……爸，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申请集团监察部介入调查，还我一个清白。
既然苏总都这么说了，爸，我建议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暂停苏总的一切职务，以免他干预调查。就这么办。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暂停苏总的一切职务，以免他干预调查。就这么办。那笔钱已经通过10几个海外账户转到了我们为苏念准备的那个瑞士银行的匿名户口里。只要监察部的人一查，他贪污的罪名就坐实了。很好，事成后剩下的钱会打给你，记住手脚干净，别留下任何痕迹。苏念，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这一次永别了。予以入网。可以收网了。最近学校要交一份家庭成长报告，可我翻遍了相册也找不到几张你俩年轻时的照片啊。那时候哪有手机天天拍？我想想，我记得有个箱子，里面都是老照片。哇，妈，你年轻的时候好美啊！时间过得真快啊！对了，苏家应该有我走失前的照片，我让妈送一些过来。奶奶真好，这下我那个项目不发愁了。咦，这是什么？住院缴费单？奇怪，怎么会先交住院费，2天后才出生呢？难道是奶奶记错了？不对劲，就算是预产期提前，也不可能提前2天就办好所有手续，除非……让我看看，几10年前的老档案系统应该有很多漏洞吧。周玉芬，苏雪柔的亲生母亲，所以为什么同一个档案编号会对应2个出生记录？为什么苏雪柔的出生日期和那张缴费单上的日期完全吻合？报错，不，这不是简单的报错，这是调包。所以为什么同一个档案编号会对应2个出生记录？为什么苏雪柔的出生日期和那张缴费单上的日期完全吻合？报错，不，这不是简单的报错，这是调包。妈，我好像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王部长，这是我收到的关于苏念贪污腐败的全部证据，人证物证俱在，我要求你们立刻对他进行立案调查。苏总，您放心，我们监察部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蛀虫。世旭，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妈，你看这个。这是什么意思？雪柔的出生记录怎么会和你的档案在一起？妈，这件事儿交给我。妈，你什么都不用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能白白受委屈。王哥，帮我马上策划一个活动，对，现在就要。活动主题是寻找最美白衣天使怀旧主题，对，寻找几10年前的老照片，尤其是江城第一人民医院的。奶奶，你看，大
大明星威廉在找人呢，找几10年前的老护士，还说有重谢。什么大明星，都是瞎胡闹。奶奶，你看这张照片，说是当年第一人民医院的护士合影。你以前不也是那里的护士吗？看看有没有你认识的人。这不是我吗？张奶奶您好，我是威廉，这是我的母亲苏念。你们找我这个老太婆有什么事啊？张护士，45年前江城第一人民医院，我想你应该对这2个孩子有印象吧？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张奶奶，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想知道真相，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奶奶，您怎么了？您是不是知道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别问我了。张护士，当年周玉芬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赌上一辈子的良心不安吗？你的孙女马上就要准备考公务员了吧？如果这件事被捅出去，你猜对她的前途会有什么影响？我说，当时是他求我调包孩子的。周玉芬是我闺蜜的女儿，当年她刚生的孩子体弱多病，所以求我将她的孩子与同一天出生的苏家千金调包。对了，她当时还求我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我一辈子都会烂在肚子里。保证书在哪里？爸，您看看，这就是监察部查到的结果。苏念利用光裕科技的项目贪污了整整5000万，这是公司的奇耻大辱，必须严惩。董事长，证据确凿，我们建议立刻将苏念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岂有此理！我这么信任他，他居然做出这种事！不好了，苏雪梨联合监察部说您贪污，要把您移交司法机关。董事长已经同意了，现在正在召开紧急家族会议，要当众处理您。石安，把视频和保证书的照片发给我，我们回家。45年的恩怨，是时候做个了结了。今天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家丑不得不揭开。我们苏家出了一个白眼狼，苏念利用公司对他的信任，利用爸对他的器重，在光裕科技的项目上贪污了整整5000万，这是证据，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哟，还敢来啊？怎么，是来跟我们苏家做最后的告别吗？苏念，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的确有话要说，但在说之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段视频。苏念，你不要在这里故弄玄虚，恨我的罪证如山，看什么视频都没用。对了，他当时还求我写了一封保证书，保证文文一辈子都会烂在肚子。这是假的，是你伪造的，是你找人演的。视频可以是假的，那这个呢？周玉芬女士亲笔签下的保证书，保证张护士对调包15日，你还要狡辩吗？我不是被你亲生母亲调包的，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不是真的，我才是苏家的女儿。你这个孽种！老苏，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别这样，医生会尽力的。苏念，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都是因你而起。大哥要是有个3长2短，你就是苏家的罪人。现在最重要的是爸的身体，吵闹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已经请了江城最好的脑科专家，正在从省里赶过来会诊。石安，联系你的团队，把今天苏家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压下去，任何消息一个字都不许漏出去。妈，放心，我明白。石旭，帮我查一下苏氏集团最近的股价变动和舆论，任何异常立刻向我汇报。妈，收到。病人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是中风，幸好送来的及时，但后续情况还不乐观，需要立刻转入 ICU 观察。小念，你爸倒下了，苏家只能靠你了。妈放心，只要有我在，苏家倒不了。
苏念，董事长刚倒下，你就急着召开董事会，想干什么？越俎代庖吗？别忘了，你那5000万的贪腐案还没解决呢。在事情查清楚之前，你没有资格坐在这里。先请大家看一段有意思的资金流向图。故弄玄虚，这不就是你贪污的那笔钱的流水吗？从光测科技的账上划走，经过10几个海外账户的洗白，最后进入一个瑞士银行的匿名户头，证据确凿。别急，请大家仔细看，这笔钱在这个匿名户头里停留了多久？这能说明什么？只能说明你洗钱的手段高明，是吗？那如果这笔钱的最终流向是这里呢？5000万，一分不少，以匿名的形式捐赠给了我们苏家自己的慈善基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女。这就是你们口中我贪污的5000万。我可以证明，这笔捐款真实有效。这是我和苏念共同策划的一次反向钓鱼行动，目的就是为了揪出集团内部的真正蛀虫。苏雪愁利用职务之便，勾结光裕科技高管，做假账，企图将我送进监狱。他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构成了商业犯罪。通知法务部和监察部，立刻启动对苏雪薇的刑事诉讼程序。游戏结束了，现在是时候清理门户了。他跑了。天网恢恢，他跑不掉。对了，如今我们开始打明牌，我担心苏雪峰的。马上轮到他了。快点，只要这笔钱转出去，我就去国外东山再起。苏念，你给我等着！怎么会？怎么可能？谁敢动静我的账户？苏雪峰，你被停职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你们算什么东西？我是苏家的少爷，谁给你们的胆子？是苏念对不对？让他自己来见我。徐山已经招了，你利用职务之便，过去5年里侵吞公司资产3700万，这里是每一笔的流水，还有你亲笔签收的回扣单据，需要我念给你听吗？是苏念，都是他设计的。这些证据是苏总刚提交给我们的，他说苏氏集团不养蛀虫。苏雪峰先生，你涉嫌职务侵占，金额巨大，请你跟我们接受调查。苏念，你毁掉了我的名声，如今又毁掉了我的人生。毁掉你人生？是你想毁掉我的人生。苏雪峰，比起苏雪柔，我更想放你一马。但如果你不接受这次的教训，是不会学乖的。苏念，你让我一无所有，我也要让你尝尝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滋味。雪柔，你怎么在这儿？妈，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跟他争，我不该心存怨恨。可我毕竟叫了您45年妈呀！我只求您听我说最后一句话，说完我就离开这里，再也不回来。你进来吧。妈，这杯茶算我敬您，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雪柔，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好好过日子？你们让我怎么好好过？你茶里妈，这杯茶算我敬您，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雪柔，你以后好好过日子吧。好好过日子？你们让我怎么好好过？你
查理，妈，别怪我，要怪就怪苏念把我逼到绝路。苏念，妈在我手里，如果想救她，单独来城西废弃化工厂，别报警，别带人，否则你知道后果。时安时序，我需要你们帮忙。妈，我最近搭建了一套追踪程序，可以用学校的卫星权限锁定信号源。我联系了几个可靠的私人保朋友，他们可以外围接应。信号是从化工厂发出的，但那里有信号干扰器。哥，你能用无人机先探路吗？我让朋友准备了带热成像的无人机，马上到位。妈，最后一次叫你妈了，你后悔吗？后悔把我当亲女儿养了45年，最后却为了苏念把我赶出去。雪柔，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回不了头了，苏念抢走了我的一切，我也要让他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明远，你在这里等警方来，我自己去。你一个人，那也太危险了。相信我。妈，热程序显示里面有2个人，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其中站着的人手里有刀。妈，我已经切入工厂的监控系统，但内部摄像头被破坏了。不过我能屏蔽他们的通讯信号，他们无法对外呼叫支援。好，石安，让你的朋友从后门潜入。时序，准备干扰他们的电子锁，我们瓮中捉鳖。真是孝顺啊，一个人来了。放了我妈，条件你提，我要苏氏集团所有股份，还要你跪在我面前，承认你才是冒牌货。妈，后门锁已破解，哥的人已经进去了。别过来，否则我杀了他！你疯了？这是养育了你45年的母亲。不，从他决定找回你的那一刻起，他就不是我妈了。你杀不了他。把他先关进苏家老宅，等审查组调查出来后，再移送司法机关。妈，我在，没事了，都结束了。他怎么会？我是他叫了45年的妈呀！人被欲望和贪婪蒙蔽了心，就再也看不见亲情了。小念，把苏雪柔，不，把那个人所有的东西全部清理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任何和他有关的东西，一眼都不想。大小姐，这后面好像有个小暗格。为什么他会有我小时候的照片？苏雪柔，我一直以为苏雪柔对调包一事毫不知情，但她其实早就知道了一切。你来看我的笑话吗？不可以吗？我是苏氏集团未来的董事长，苏建华钦点的继承人。可我才是苏建华真正的女儿，苏氏集团的真千金。你8岁那年去过我养母家巷口，对吗？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你在胡说什么？你早就知道我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你偷偷跑去看我，你是不是觉得很庆幸？庆幸自己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你早就知道我才是苏家的亲生女儿，你偷偷跑去看我，你是不是觉得很庆幸？庆幸自己偷走了本该属于我的人生？不是的，不是那样的。
是怎样？我害怕离开苏家，所以我去看你。我看到你养母那么疼你，我心痛的快要发疯了。我怕你回来会抢走我的一切，所以我不敢说。所以你就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这一切，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父爱母爱。苏雪柔，你不仅偷走了我的人生，还带着这份秘密，在苏家面前扮演了这么多年的好女儿，你连人都算不上。你就带着这份痛苦和愧疚活下去赎罪吧。把他们都叫来吧，还有王律师。苏念，到我身边来。女儿，爸对不起你，让你在外面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爸，都过去了。王律师，当着大家的面宣布我的决定。根据苏建华先生的意愿，他将修改遗嘱，将他名下持有的苏氏集团51%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他的亲生小姐，即日生效。爸，我不是你爸，从今天起，你跟苏家再没有任何关系。这里是1000万，算是我养了你这么多年最后的一点情分。拿着这笔钱离开江城，永远不要再回来。不，我不要钱，我才是苏家的女儿，我在这里生活了45年，你不能这么对我。带他走。从今天起，苏家就交给你了。各位苏氏集团的同仁，大家好，我是苏念。最近集团经历了一些动荡，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在猜测苏氏的未来会走向何方。今天我站在这里，就是要给大家一个答案。苏氏集团很强大，但也很老旧。我们80%的利润依然来自于正在被时代淘汰的传统行业，就像一艘巨轮，看起来坚不可摧，但船底已经有了裂缝。所以，我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改革。未来5年，集团将逐步缩减传统产业的投入，将所有资源全部向一个方向倾斜。我们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属于未来的新能源帝国。在这里，我还要感谢3个人，我的丈夫和我的2个孩子，是他们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没有放弃我，是他们给了我重新站起来勇气。我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财富，也不是为了权利。我的奋斗只为守护我的家人。老板，这条鱼怎么卖？31斤。太贵了，20。老苏，别喊了，人家不卖的。像我苏建华叱咤商场一辈子，没想到在菜市场碰了钉。马年了，就买这条鱼，祝我们家的小念年年有余，马到成功。爷爷做的鱼好吃，奶奶做的排骨天下第一。哎呦，我们家的顶流孙子和天才孙女，居然能吃得像你这个老头子做的。谢谢爸，多吃点儿。你会怪我们吗？都过去了爸，以后我们就是一家普普通通的人。要不咱们一起合影，祝我们新年马到成功。好啊。妈，你坐我旁边。妈，你坐我旁边。抢什么？我老婆当然坐我旁边。都别抢了，小念坐我旁边。马到成功。人到中年，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又给了我一份天大的礼物。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也终于明白，比财富和地位更重要的是身边的家人，是这充满烟火气的人间。